当游戏开发者疯狂起来，能有多离谱？有一位脑洞特别大的游戏开发者创办了一个特殊的比赛，要求选手们制作出来的网页游戏、手游打包压缩后不超过 13KB。13KB 是什么概念呢？阿贝对着桌面的一个图标截图，这张截图和食指一样小，容量就已经 13KB 了。限制选手在 13KB 内做出游戏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或许你脑海中认为13KB 的游戏应该长这样，但其实也能做出诸如这样的游戏。阿贝只想说，别卷了，别卷了。这个名为 JS13K 的比赛连续举办了11年。我查阅评审团后，发现他们囊括了开发过蝙蝠侠、刺客信条等3A 大作的游戏开发者，国外版4399网站的创始人，苹果软件工程师，游戏主播、游戏爱好者等等等等。可以说评委团有懂游戏开发的，有懂编程的，有懂什么游戏好玩的人，那是相当专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贝游戏商，今天我们来体验这场疯狂的 13KB 游戏比赛里面有趣的参赛作品。2022年的比赛主题死亡，我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不可避免 13KB 就能做出 2.5D 的动作游戏，哇，是真的服了。当我一路过关斩将，试图打败 BOSS 一命通关时，我却被 BOSS 无情虐杀了，根本打不过呀。打不过的原因是我太强了，没死过一次，所以角色就很弱。而游戏里角色每死一次，我们就能增加他的能力。好家伙，我算是知道不可避免的游戏名是什么意思，合着紧扣比赛主题死亡，死亡不可避免呗。于是我开始疯狂死亡，我的血条和体力条直接长出屏幕外，攻击力更是起飞，它的数值是没有上限的，只要你一直死，你的角色就会超变态。上一回 BOSS 打我像切菜，这一回我打他像捏蚂蚁一样简单。另外一款游戏为了符合死亡的主题，也是脑洞大开了。我们同时操控多个角色，要想办法让所有角色都死亡才算通关。刚才的游戏死亡只是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，这游戏死亡直接就是目的了。游戏整体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益智版推箱子，总体来说还蛮好玩的。下一款游戏我们扮演搜集灵魂的人，初看游戏好像很普通但是这游戏居然能切换第一人称，直接变成 3D 闯关游戏。在 13KB 的游戏里，你能看到岩浆、天空、阴影，各种模型，还有各种巧妙的关卡，一不小心掉下去就会死哦，十分惊心动魄和具有代入感。阿贝阅读了这款游戏作者的文章，我发现他还专门研究如何使用某种方法让游戏减少2KB 大小。正是这种极致的追求，才让这款 13KB 的游戏能够有如此惊艳的表现。这款游戏也是2022年的第1名。接下来我们也扮演一回评委。待会我展示完2020年的3款游戏后，会有专门的互动环节，届时大家可以给那3款游戏按从好到坏排个顺序，看下大家排出来的顺序和专业评委是否一致。第一款是2D 横版的游戏，我们操控一名灵活的忍者，避开敌人侦查，到达目的地。在这个 13KB 的游戏里面，你能看到忍者的头发飘动，忍者速度太快的幻影，接触面的尘土效果。噩梦难度时，游戏究极离谱，隔大老远也能被敌人发现我们的身影。个人感觉动作流畅，玩起来还蛮爽的。第二款 3D 逃离荒岛的游戏，还未进入游戏作者就温馨提示：如果你电脑卡的话，你可以关掉高画质选项。兄弟，牛皮别吹太大了，我不是不信阁下的技术我是不信在 13KB 的限制下还能搞个开启高画质，电脑运行起来会卡。这发言是否有点过于逆天了？但进入游戏后，我发现还真是有些小细节的，影子还会跟随着太阳位置变化而发生变化。随后，我们拿走藏在箱子后面的钥匙，开门离开房间。离开房间后，我们会发现自己置身于荒岛之中，这有山有水有天空有各类建筑，甚至都能当一个超低配版的看风景模拟器，居然才 13KB， 跟食指头一样小的截图大小。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之前我们玩的 13KB 的游戏虽然它有模型，但都是用简单的规则模型拼在一起的，比如三角形、圆形、方形。这样的好处呢是它们的点少、面少，所以模型大小就很小。可是这个荒岛的模型是怎么回事这明显是个不规则的曲面吧？这用什么手法做出来的呀？什么？还有风吹海水的感觉？太阳光反射，这居然也能在 13KB 的游戏里面看到。我们现在看看怎么才能逃离这个荒岛。按下这个机关，整个场景在震动周围的柱子下来了。我拿到一把钥匙了。作为解谜游戏来说，这有点太直白了吧？游戏是逃离荒岛的解谜游戏，但游戏本身十分无脑。来到一个地方，打开开关，再到下一个地方，打开开关，按照这个流程就能通关了。无论你怎么做都不会死掉，非常简单。最后面还有个创意小游戏，让我们把波纹对齐，才能发出求救信号。发上船，我们就离开了。个人感受，画面让人惊艳
第3款益智游戏，我们操控的火车需要到达对面，虽然现在桥断了，但我们切换到2D 视角，嘿嘿嘿，会惊喜的发现桥连在一起。游戏还能调整各种视觉角度，来让我们把桥连在一起。个人感受颇具创意，越到后面越考验空间想象力。互动时间，你认为这3款游戏它们的排名顺序是什么呢？比如你认为第1款忍者游戏排名靠前，第3款火车靠后，那么你在公屏输入1、2、3即可。谜底揭晓，答案是1、3、2。忍者是当年的第1名，火车是当年的第4名，逃离荒岛是当年的第13名。你和评委的观点一致吗？如果不一致也没有关系，阿贝不仅猜错了，还把顺序颠倒了过来。我十分好奇评委是怎么看待这3款游戏的，于是翻看评委点评。概括来说呢，就是忍者游戏画面细节好，关卡设计好，慢的路线风险低，最快的速通路线风险高，是一款让人想反复玩的游戏。火车游戏的话，技术让人惊讶，视觉转换很流畅，游戏有创意。逃离岛屿游戏，考虑到游戏大小，2名评委都表示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但也指出了游戏有大量待改进的地方，比如作为解密游戏不要那么线性，手电筒不要当摆设，没有故事，缺乏氛围感。阿贝帮评委概括就是什么都好，就是不好玩。我还发现了个大佬的参赛作品，13KB 但 3D 射击闯关游戏，有各种类型的武器、敌人，在岔路你还能找到开发者藏起来的道具，有小心思的呀。受限于篇幅，这个游戏就没法在本期视频展开讲述了。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超过2万，阿贝出一期该游戏的游玩视频以及该游戏背后的故事。好了，让我们继续看13KB 还能做出哪些有趣的游戏。我们操控的角色需要往前走，但发现被台阶挡住了，走不过去。游戏也不提供跳跃按键，就在玩家准备破口大骂垃圾游戏时，惊喜来了！操控发光球移动，就会有阴影变化。我们这个角色呢，可以把阴影当斜坡踩着上去了。原来这是一款靠影子通关的游戏。这款游戏也蛮离谱的，13KB 的吃鸡，还能多人联网对战，该有的毒圈、枪械、敌人、掩体都有。这款游戏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在于巧妙的扣题，像当年的主题是404嘛，404就是指网络丢失了，但大家也可以围绕着404有自己的解释。于是这位开发者弄了一个材质包404，模拟当材质包丢失后，游戏会发生什么，整个世界都变黑白相间的格子了。我们的勇士就是负责拯救这个世界，负责找回这个世界的材质包。下一个游戏是赛车游戏，非常的复古风啊！我们开车通过各种障碍到达终点就行了，但我们可以和成绩最好的自己进行竞速。还有一款游戏也蛮有意思的，是 3D 格斗游戏《赛博朋克风》。我们在庞大的城市里面和敌人战斗，战斗手感不错，而且为了让游戏在极小的容量里面也能有画面细节，作者用了大量的简单三角形飞溅出来，来模拟不规则的血液。以上就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求点赞关注啊！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，我们评论区见。